你有没有遇过那种要么全沉要么全垮的时刻？就是那种一踏错全村看光的压力。今天的主角约书亚，他面前是一条暴涨的约旦河，后面是100多双眼睛在看。领袖，你不是说神会行奇事吗？怎么水还在涨？这画面超像毕业典礼上老师信心满满的说，今天的活动不会下雨，结果乌云压顶。全场同学看着老师的表情，他还要硬撑说，这是祝福的云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。这句超像那种我现在要说重点了的台词，现场气氛应该超紧张。百姓们在河边听到他喊靠近点，应该有人在想，靠近，我宁愿后退一点，等你先试。接着约书亚说出神的保证，今日你们就知道有永生神在你们中间。换句话说，他要让大家亲眼看见，这位神不只是红海的神，也是约旦河的神。神迹不是历史事件，而是现在进行式。然后他指派12个人，各支派1人，不是去打仗，也不是开会，是去见证神怎么出手。这里其实是一个信心小队，12个人站在那里，就像开记者会的站台阵容。约书亚说，待会河水会停，你们要看清楚。他心里可能在想，主啊，拜托现在就动工，千万不要让我讲完没反应。到了重头戏，抬约柜的祭司走到河边，经文特别说明，约旦河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，也就是说，这不是小溪，是暴涨期的巨流。你知道那画面像什么吗？就像台风天看到基隆河满出来，然后有人说，神要让我们过去。群众可能心想，走过去是游过去吧，但神的指令就是脚要先碰水。神没说我先让河干你再走，他说你走我再动。这是信心最真实的考验，因为信心从来不是等安全再出发，而是出发神才让它安全。然后奇迹发生了，从上游来的水便立起成垒，远远的停在亚当城那里。各位想象那画面，水突然像被按了暂停键，上游的河水就这样停在那儿，下游干成路，百姓们目瞪口呆。如果是今天，一定全场尖叫，哇，太神了！然后有人拿出手机直播，我们正在见证神迹。有趣的是，水不是从他们脚边瞬间退去，而是从远方开始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一开始还看不到神迹，只是脚边水流依旧，神迹早就启动，只是他们还没看到结果。这太像我们的信仰了，神已经动工，但我们的脚边还湿，你要先踏进去，信心比眼见要早一点。我们常以为信心就是相信神会让事情顺利，但约书亚这次学到的是另一个层次。信心不是让你不怕水，而是让你在水没退之前仍然走。神要让以色列人学一件事，他不是只在摩西时代行神迹，他是永生神，他活着，所以他仍然动工。有些人觉得那只是圣经时代的故事，但神的能力从没过期，只是我们现在太怕下水。别忘了，祭司们要抬着约柜站在干地上，那不是2分钟过河，是几十万人要通过，那得多久啊？他们站在河中央，脚边是刚干的河床，
风呼呼吹过，他们的信心要撑比肌肉还久。有时候领袖的信心就像这样，你要站着让别人通过，神迹是集体经历的，但有人得先撑住位置。所以约书亚记3章9到17节这一段不是单纯过河事件，而是信心被更新的时刻。百姓从听说神能变成亲眼看见神能，而神也透过这件事确认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与约书亚同在。神不需要复制红海，因为他的神迹从不重演，他是现场创作的神。信心不是避开河水，而是相信神会在水中开路。约书亚的神也是今天在你们生命里仍在止水的神。